丁护院。这上面的人都在1年内先后死去。如果登州这次的情况跟高梦殿的一样，那这次回来的所有人是不是也会？少爷，你都在这儿坐一晚上了，天都快亮了，你去休息会儿吧。今天晚上睡不着的不止我一个人。太好了，姐，这样我就再也不会迷路了，你也不会找不到我了。现在所有人都回来了，唯独不见曾信。曾倩一定着急死了，可是现在深井彻底不见了，天上没有，镜湖里也没有，就算想找，也无从下手啊。你又怎么了？哎呀，你那个独眼小乞丐虽然是跑了，好歹是回来了呀。找起来也容易，你有什么好愁的呀？你说我愁什么？这所有失踪的人都回来了，是，但他什么都不记得了。就算我找到那独眼小乞丐，他还能记得那天晚上发生的事儿吗？他还能证明我的清白吗？失魂症是不是也可以治好啊？我之前听说过有人得过这种病，好像是受到了某种刺激之后，才想起之前发生的事情。啊，我学过医，这种病啊，我听得比你们多。我怕的不是这个，我怕的是，这些人就根本不是得病，他们是不是施了法术？你们想想，这铁甲怪人先把他们抓走了。然后为什么又把他们给放回来了呢？为什么呢？他们知道了什么秘密，然后这个铁甲怪人就给他们下咒，让他们忘记发生了什么事儿，怕他们泄密。还是解释不了为什么把他们放回来。这里边解释不清的事可太多了。这铁甲人什么来头？抓这些人做什么呢？厉宗成现在跑哪儿去了？曾信去哪儿了？为什么就他特殊啊？哎呀，咱们这些人里边啊，就这刘冠英算幸运的，就他找回女儿了。他是夜宵。你说这曾谦为什么会这么想呢？多么简简单单、普普通通的一个人呢？不就是个卖馍的，怎么是夜宵呢？彤彤，啊，刚才跟你说的记住了吗？嗯，跟我说一遍。我叫刘彤，你是我爹，叫刘冠英。婆婆眼睛不好，大家都叫她吉婶。好，就先记这么多吧，其他的以后再说。现在最重要的是不要让婆婆担心。哎，那你脸上的疤是怎么来的？我之前参过军，打仗的时候火攻受伤了，就变成这个样子。哦，是不是彤彤回来了？娘，你怎么醒了？哎呀，彤彤不在，我睡不踏实。彤彤，你总算回来了。你爹说你在新朋友那儿住，婆婆正担心你呢。啊，婆婆不在，我也睡不踏实，就回来了。你这张小嘴呀，就是甜，婆婆没白疼你。走，赶紧回屋。啊，你不
是说你什么都不记得了吗？但我记得你跟我说，不要让婆婆担心啊。哎，你干嘛去啊？那些黑衣人阻止我们挖地道，他们和那座城一定有关系，甚至和失踪的事有关系。也许找到他们，就能得知阿信的下落。那帮黑衣人来无影去无踪的，上哪儿找去啊？镜湖，曾倩，我们跟你一起去。他们早就不在那儿了呀。他们去过那儿。觉不觉得他现在有点像？他心情不好，说话谨慎点。香火。这破布怎么会有香火味啊？这就跟我们做饭身上有油烟味是一样的。我刚才闻了半天，什么也没闻出来啊。曾倩，就算你是猎人，这也有点夸张了吧？什么人的身上会沾染香火气？日常烧香的人那可多了去了。日常这样的香火气很快就会消散，鼻子再灵也闻不出。但这个人所在的地方，一定香火鼎盛，持续不断。道观、寺庙，登州一共有2个寺庙，1个道观，就3个地方，那好查多了。我觉得只需要查1个就够了。无极观，这个地方前一阵子闭关，说是内部修缮，什么人都不让进了。当时我就觉得有点奇怪，现在想来，不知道里面什么情况。硬闯进去的话，恐怕打草惊蛇。哎，我们假装香客能不能进去啊？如果黑衣人真的在道观里，我们贸然前去查探，容易被认出来。怕什么被认出来？哎，以谢公子在登州的实力，到时候就让一帮衙差把我们带进去，那帮黑衣人还敢把我们怎么着？我谢谢你啊，这么瞧得起我。我跟你说啊，这道观的背景可大了去了，这里面的张道长是知州大人的表兄，别说我了，我爹都不好使。我们去会被认出来，那可以找一个那些黑衣人没有见过的。那你要是这么说，这事儿就简单多了。你们这表情啊，给早了，先收起来，一会儿再用。进来吧。
行了，别找了，刚才的表情可以放开了，不用收着了啊。连声音都能变啊！东家，我们为什么不直接让那个刀子来啊？谢公子，应该是想在我们面前表现一下吧？哎，道长，施主有何贵干？去年我在贵宝观许愿家中能得一男丁，前几日那人果然产下一子，今日特来还愿的。啊，施主有心了，不过近日本观修缮，不便接待。哎，道长请放心，我进去上炷香便走。再者，在下此次前来，可是诚意满满啊。今日确实不便，施主见谅啊。哎，道长，你说我来都来了，要是还不成愿，回去会被责骂的。施主，请不要为难小道。哎，是你在为难我吧？我不就进去上炷香吗？能耽误你们什么事儿啊？我进去，你让我进去上炷香，我就进去上炷香，我要上香，我。都看到了吧？这道观肯定大有文章。我看这墙挺好翻，要不晚上翻进去看看？那些黑衣人可不是等闲之辈，他们就10几个人，那么大道观，他们守得过来吗？10几个人只是我们看到的。就这儿了，风向正好。放孔明灯的地点是随机挑选的，但里面反应这么快，这说明道观4面院墙里都有人把守。这个道观这么大，还分为内院和外院，光守卫就不下100人，再加上轮岗，至少得有300-400人。这么夸张？到底什么来头啊？山贼、官府、军队。我弟一定就在里面。你怎么知道啊？感觉。假设曾信真的在道观里，以现在的戒备等级，即便我们成功进去，也很难安全的把他带出来。我知道你很着急，但越着急越容易出错。道观我们是一定要进的，我已经有办法了。婆婆，我来帮你吧。你帮你爹端菜。哎呦，我说你这人怎么神出鬼没的嘞？来，这个给你。塔中胡同18号，前几位韩志云童年就在那儿。不用打开，上边也是这个信息。那你已经想好跟我说什么了，还写它干嘛呀？干一行啊，就得爱一行，这样要的是专业。好，浩哥，以后你晚上找我的时候，可以直接敲门进屋，不一定非得学猫叫。要专业。对了，纸条别忘了烧了。好。再不进来，
酒就凉了。终于不再是夜宵了。你那个乞丐朋友，跟踪功夫算是一流，但你好像没有告诉他，我以前是踏白。今天你可没有帮手，以后也不会再有了。你有大把的机会。不过眼下，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做，没有空应付你。希望你最近不要找我麻烦。你放心，过了今天，我也就不需要再找你。不过你死了还不够，我知道你背后还有人，你是被人指使才这么做的。我要的是真相。真相？我刚好知道一件事的真相。如果有人告诉吉婶，他儿子在4年前就死了呢？有多少年没有人叫你真名了？风不害。如果你今天非要杀我，那么就会有人把这个秘密告诉吉婶。等我做完我自己的事情，刘冠英的死，我会给你一个交代。酒虽然凉了，但还可以喝。既然凉了，就自己喝吧。彤彤，啊，出来一下。婆婆不在，我有件事要跟你说。我还以为你把以前的事都说得差不多了呢。还有一件事，非常重要。原来你不是我爹。你爹在一次执行任务的时候遭到了敌人的袭击。他用仅剩的一口气拜托我照顾你和婆婆，我答应了他。因为你爹不仅仅是我的同袍，他也是我的救命恩人。可是当我真的到了登州的时候，我才发现，我实在没有办法把这个噩耗告诉一个懵懂的孩子和一个可怜的老太太。所以，你为了避免我和婆婆过于悲痛，索性以我爹的身份出现。我和你爹亲如兄弟，他的大事小情我都十分了解。而且，你爹离开家的时候，你年纪尚小，不太记得他的模样。婆婆又患有眼疾，原本我只需要伪装声音就可以蒙混过关的，但是周围的邻居都认识你爹，所以我就把自己伪装成毁容的样子，每日以薄纱掩面，避免别人知识到我的真容。你本来可以一直瞒下去的，那你为什么告诉我？因为你原本已经知道了，
虽然我尽可能的不让你看到我的真容，但是你很聪明，不到半年的时间，你就识破了我的伪装。一开始都是些小事情，你对我产生了疑心，比如说，我不知道你不喜欢吃糖葫芦，我不知道你害怕兔子，我不知道你的水性还不错，等等。不过这些都还好，我都找到了合理的理由去解释。直到有一天，你在我的房间翻出了一封吊唁信，是关于你爹的。这封吊唁信是直接从兵部发出的，正常情况下，一般的兵士是不可能有这样的待遇的。但你爹是太白，还立过功，所以兵部不但给了一笔抚恤金，还发来一封关于你爹的吊唁信。我提前知道了这件事，为了不让你和婆婆知道真相，就把这封信截获了。我想着，等你长大之后，给你一个交代，我就没有销毁这封信，但还是让你知道了。所以我冒充你爹的事，自然也就藏不住了。但我没有告诉婆婆，对吗？所以我说你很聪明啊，你当时一直在质问我，我说出真相之后，你大哭了一场，3天没有跟我讲话。再之后你就决定跟我一起向婆婆隐瞒这个事情。这些年跟你相处下来，与其说我们是父女，其实我们更像是朋友。还好我在长身体，我再跟你商量一下呗，我能不能揍那帮小孩？我今天跟你说这些，就是害怕你再次发现这件事，会情绪失控，让婆婆知道真相。姐，你看，这是你最喜欢的花。姐，要不你睡床吧，我打地铺。姐，你肯定累了，我去给你打盆热水洗洗脸。少爷，起床了吧？我给你拿点粥过来啊。好。你是那个千机卫，我记得你。我找曹胜。那你等一下吧。哎，我不是让你等一下，哎，我不是叫你等着吗？这是林统领让我交给你的。盒子里是什么东西？不知道，但是他说必须亲自交给你。他人现在在哪儿？东西已经送到了。告辞。再上两壶，再上两壶。小二，结账。哎。哎，客官，客官，我们这儿1碗面是10文，您这还差2文。我上次在这儿吃了1碗面，里边是2个蛋，今天的就1个。那不可能，我们这儿都是1个蛋。那上次的就是双黄蛋，今天的不是，你是不是少给了我1个蛋？不是客官，
双黄蛋都是看命的。江湖规矩，你少给我1个蛋的，我少给你2文钱。客官，那您别说了。少爷，刘观音那个水袋，那个水袋上画的跟这个基本相同，特别是这些山和那条河。原来这是呼河的落日谷。这是父亲的字迹。景运38年，也就是4年前。那年还发生了一件大事，武秀陵之战。刘观音水壶上那幅画写着“叛军营地”几个字。我听说，当年叛军战败，残部逃到了呼河一带，百里渊奉命前去追击，但是叛军躲到山里藏了起来，百里渊他们找了数月都没有找到。直到后来济南王过去支援，才找到叛军，将他们消灭。难道这些事也和盛景有关？刘观音到底还有多少秘密？我们知道他是夜宵，也知道他真实身份是风不害。刘观音其实是他的已故同袍。现在看来，这个刘观音或者说风不害，他牵扯的事情远比我们知道的要多。眼下我更关心我父亲的秘密。风不害以前是百里渊营里的踏白。他见过盛景不足为奇，可是我父亲画了一模一样的盛景，说明当时他也在那儿。是偶然，还是在屋里吗，曹公子？等一下！这么久等什么呀？干什么？干嘛呢？你们2个在屋里神神秘秘的。你这人，你懂不懂礼数啊？让你进来了嘛，你就推门。大白天的啊，你们这孤男寡女还关着门，这传出去怕是不好听啊。这是人家谢公子的地盘，又没有收我们房费，想进就进。你看看，这还是有会说话的人吗？这话听起来多好听啊！我来找你是想告诉你，你让我帮你找的人有着落了。那走吧。走什么走？去哪儿啊？你不是跟曾倩说有办法进无极观吗？啊，有计划了吗？已经开始了。哦，对了，姨娘，粥带给曾倩，你们喝了吧。哎呀，不吃饭可不行啊，曹兄。进。吃点吧。怎么就你自己？少爷跟谢景堂出去了。这个就是那个陈七的家了，一会儿他应该就回来了。哎，我说你找一个清剿工干什么呀？难道跟进无极观的计划有关系？哎，我这挺好奇的，你不是曾倩捉拿的犯人吗？怎么上赶着帮他找弟弟啊？可能是我侠肝义胆吧。哎呀，你这脸皮可不薄啊！哎呀，不对呀，我现在应该去找那独眼小乞丐，我怎么光看你们的事儿了？可能是因为谢公子你不光侠肝义胆，还古道热肠吧？哎呀，看来你对我的个人品质啊了解得很透彻。啊，行了，不开玩笑了啊，我现在真得去忙自己的事儿了。这侠肝义胆啊，就到这儿吧。放心吧，谢公子，我们不会让你一直对我们侠肝义胆的。关键时候，我们也会对你拔刀相助的。你帮我们找回曾信，我帮你找到小乞丐。再帮我偷一样东西，啊不，是别人偷了我的东西，帮我拿回来。可以。再帮我杀个人，那得看是什么人了。就是偷我东西的人。偷了你什么东西啊？至于要杀人？哎呀，他把我……哎，陈七回来了。
青角公这活儿还真不是一般人能干的，就他身上这味儿，离这么老远我都能闻得见。你易容成别人的时候，身高问题是怎么解决的？我要是想高点的话呢，就往鞋底垫点东西；要想矮点的话呢，就佝偻着身子，相差3寸问题不大，但差太多没辙。那你现在看清楚陈七长什么样子了吧？看清了，我纪言可是一绝，但凡见过一面就忘不了。不过你这什么意思啊？不是吧，大哥？不行，这个事儿啊，说什么我也干不了。自信点儿，你可以的。你不是可以变成任何人吗？我就变不了那青角公，我上不了粪车啊！我怕我还没等上车呢，我胆汁突的都不剩了。麻油涂鼻，口含生姜，可去异味。你把我的舞做了？你想一想，我们现在是在互相帮助。哎呦，我不用你们帮助了行不行？我有大把人，有大把人帮我。是吗？那你为什么一直找不着那个小乞丐呢？这跟钱没有关系，有的时候人多并不管用，要找对人。你来了，我刚要找你呢。你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现在最重要的是要确定曾信到底在不在道观里，硬闯是行不通的，只能取巧。现在整个道观戒备森严，说是铜墙铁壁也并不为过，但是他做不到与世隔绝。有人就会有需求，有需求就有供给。那他们里面住了那么多人，他们肯定要吃东西吧？那必然就要采购。到时候呢，咱们呀就埋伏在道观附近，然后暗中将他们打晕，再让谢景堂易容成他们的模样混进去，不就行了？首先，我们并不清楚他们在里面捣鼓什么。从关闭道观来看，他们肯定是有提前谋划的。而且像食材这类东西，一可以提前准备，二，他们可以安排指定的商贩定时配送。他们的人根本就不需要出来，只要在门口取回就可以。之前我有想过下蒙汗药，但是他们的人只要稍微谨慎一点，就一定会对食材严加管控，所以下药也不行。不过后来我想到一点，他们的人可以在道观里一直不出来，但有些东西不可以。一是泔水，二是粪便。泔水好处理，喂马就可以，但是粪便……所以你就想到了青角公是不是？拉粪的。普通人家8到10天才会用到青角公，大户人家3到5天，但是道观里有数百人，起码得1天1次。即使我能假扮成那个青角公，即便我能克服那味道，但万一进了道观里被发现，那孔明灯啊，那就是我的下场啊！你都易容了，怎么发现你啊？我那是易容术，不是变身术，熟悉的人很容易就能看出来的。青角公为了阻隔异味，都会戴面巾挡住半张脸，应该没那么容易被发现的。我去吧，我自己的事情没有必要让别人为我冒险。谢公子，把我易容成青角公的样子，没有问题吧？这有什么难的？其实之前我有考虑过，但是有一个问题我们需要解决：生意。这个可以教会我吗？你知道当时我为了学这个花了多久吗？1年呢。即便你比我聪明10倍，至少也需要1个月吧。那你要这么说的话，保不准他一会儿就学会了。让曾倩试试吧，你是进入道观的最佳人选，而且你和青角公陈七的身高相差不过3寸。哦，原来你去找陈七，是把我俩都考虑进去了。如果可以顺利进入道观，而且找到阿信，如何将他救出来？这就到了最关键的一步。谢公子，这多见外啊！带这么多好吃的过来。说这个才叫见外，大牛哥。咱兄弟多久没见面了？过来看看你不是很正常的事吗？回头我安排咱兄弟们好好喝一顿不行吗？好，好啊。不过这会儿呢，我这个肚子啊有点拧，咱这有没有茅房啊？我带你去啊。来，
坐着吧。来来来，这边。姑娘，你买这么多松香油，可得小心点儿，这玩意儿可容易点着了。给，谢姑娘。走走走。挺不错，是。哎，什么事儿啊？想赶紧走吧。曾倩呐！喂喂喂喂！啊，这什么声音啊？啊！你没有按照我教你的方法来吗？这都半天了，怎么一点长进都没有啊？人家不知道的都以为我清风楼多了一门杀猪的营生。可能是师傅教的好吧？哟呵，都叫师傅了。那我就得给你露两手了。你是怎么做到的？每个人的声音之所以不同啊，是因为我们在发声的时候，除了我们的喉咙以外，还跟我们的胸、咽、口、鼻、头这几处都有关系。你得先学会控制它们呢。不过话说回来，让你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学得完全像陈七，也是不太可能的。这样吧，6分就行，剩下的4分你就交给风寒，你就说这2天得了风寒，嗓子不舒服。你听，现在有几分？你也不能光靠风寒呐。这里，来，提气，一起说，咪。你回来了，哎。少爷，真有必要这样吗？就是去接应他而已。这次的计划不容有误，期间睡过去就麻烦了。行，那我帮你。不用，我自己来，已经熟手了。
再敬谢公子一碗。别，这一碗我先干。千火铺的兄弟跟着大牛哥受苦了，这碗我先来。来，大伙就一起啊！来。外面什么动静啊？哎呀，牛哥，能有什么动静？快坐吧。是众兄弟肚子里面的九虫在叫啊！来吧，来，喝。来，吃的，马上吗？鱼。都过来！来，干什么？啊，我这几天没洗澡，怕熏着你，还染了风寒，怕传染到你。完事，过来。会不会太紧啊？没事，可以再紧一点。应付馊生的话，只是这样恐怕不太够。我有办法，我赶的可是粪车。你这是几天没洗澡吗？走吧，开门。撤。老规矩，自己负责自己那块儿。行，行。把桶刷干净点啊！好嘞。
临行前我还想跟你再聊一聊，如果顺利进入道观，你千万不要着急。也许你认为最简单、最直接的办法，是找机会拿下1、2个人，从他们口中套出阿信的位置，或者说胁迫他们带你去寻找阿信。但是他们训练有素，一旦遇到死士以死相搏，你就会暴露。到时候别说救出阿信了，你能否全身而退都是问题。即便你侥幸逃脱，我们也不会再有机会了。运功是破釜沉舟，巧取才有转圜的余地。你是一个猎人，最擅长潜伏藏匿，再加上我们是夜间行走，那么道观就是你的森林。只要你冷静克制，他们就不会发现你，不会发现你，我们就有时间，而有时间，我们就有机会。小道长，你这个哨子真好看。你看，我也有一个。你这个没有我的好看，也没有我的小。那是你吹得好，小道长。你的那个哨子是谁给你的？没有人给我，是我自己捡的。你骗我！我没骗你，我真的是捡的。在哪儿捡的？依晨，依晨呢？师傅，我在这儿呢。依晨，你在这儿做什么呢？这都快卯时了，该上早课了，赶紧走。刚才有个姐姐。什么姐姐？早课迟到就算了，你还扯谎。我没有。你这哨子是哪里来的？是从三清殿门口捡的。不是跟你说过不要去三清殿吗？那里有桃花，我想去捡，其他地方又没有。行，记住了啊，以后不要去那边了啊。走吧。那里有桃花，其他地方又没有。这陈七怎么还没回来啊？是啊，这次手脚怎么这么慢呢？以前挺利索呀。
西是不是出什么事了？要不要去找找看呢？哎呀，这里可不能乱跑。哎呀，这有巡逻的，实在不行去问问他吧，看怎么办。如果可以顺利进入道观，而且找到阿信，如何将他救出来？这就到了最关键的一步。如果曾信确定在道观里，那他现在的处境应该是什么样子？一是被软禁，二是被关押。但无论是哪一种，都必然会有护卫在门口看守。我对于你能找到曾信的具体位置非常的有信心，但是相对于你为了救他而惊扰护卫，让自己陷入被动，莫不如我们主动制造混乱，分散他们的注意力，浑水摸鱼。王哥，这陈奇不见了，到底要不要跟他们说呀？再这么耗下去，万一真出什么事儿，连累我们怎么办呢？你都说句话呀！哎，小孙呢？小孙，刚才还在这儿呢，哪儿去了？小孙，这一下丢了2个，不行，我得给他们说去。陈奇回来了，人呢？那行，怎么还喝酒啊？无极观走水了！走水了！师傅的是没了，兄弟们，走，快请！哎呦，走，众兄弟注意安全啊！快，跟上，快，跟上！拉好了，怎么没有人呢？不知道啊。干嘛？开门呢！你们不能进。我们前火铺呢？这里面不是着火了吗？我们自己能处理。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啊？凭什么不让我们进啊？我告诉你啊，这道观要是烧没了，你们都得负责任。前火部的人怎么还不来啊？啊，不是都来了吗？怎么还不进去？开门！快跟我走！这不是自己能处理吗？啊，现在让我们进，我还不乐意呢。头儿，咱没光赌气了，这道观要是烧没了，咱都得倒霉。走，跟上。跟上，那边！快！快点！接着！
谁啊？放开我！尼姑娘家本事倒不小。你们是什么人？你又是什么人？没关系，迟早会知道的。押下去。是。小贼，我们有的是手段让你说实话。这声音。 得亏听出了你的声音，你怎么来了？出去再说。阿宪，你醒醒！阿宪，阿宪，放心吧，生猛还有。 站住！水囊用完了，我得赶紧运些回来。开门！哎，慢着！你这搬水囊，怎么就你一个人？我派2个人帮你，就你们2个。开门！ 少爷，这辆抢火车怎么办？烧了。那个前几位统领去了夫妻馆。 啊！
稍等。请进。曹生，你干嘛呢？你这是？少爷，曾信还没有醒，不会有什么事吧？那就得问谢大夫了，毕竟蒙汗药是他给的。放心啦，没事。那要是我特制的，他顶多睡个5、6个时辰就醒了。你不是大夫吗？你怎么还研究这种东西啊？我本来是想对付顾丁美的。谁？哎，就是偷我东西那人。哦。曹生，我可是帮你们把曾信救回来了，这回换你帮我了吧？我先把独眼小乞丐给你吧。什么？你找到他了？他失踪回来都2天了，那帮捉刀人到现在还没找着，你们是怎么找到的？问题就在于这么多捉刀人都在找他，为什么找不到？小乞丐如果跟其他人一样也得了失魂症，不记得自己是谁，也不记得之前发生过什么事情，那他就不会因为看到铁甲人杀人而害怕的躲起来。如果不躲起来，总要填饱肚子吧，要么乞讨，要么帮别人干活。如果他乞讨的话，肯定一早就会被发现，那么就只剩下帮别人干活。他现在干的活肯定是鲜少与人接触，总不能是茶坊酒肆这种抛头露面的地方吧，不然也一早被找到了。这么一排除，就只剩下码头苦力、售菜部伙计、养马的马夫这类活，屈指可数。我让芸娘简单的一打听，果不其然，在售菜铺里找到了他。为了防止其他捉刀人发现他节外生枝，我让芸娘把他安置在之前的小破屋里，好吃好喝伺候着。果然啊，人多不见得管用，得找对人。不过你自己也说了，他已经什么都不记得了，就算你把他找到了，他也没办法证明你的清白。这个你不要管，我是大夫。失魂症这种病虽然棘手，但也并不是完全治不了。我现在就把这小祖宗请回来。这些卷宗是我从道观里拿回来的。这画的是什么？祭祀？你看下面那张图。景运19年，23年前，那会儿就已经出现蜃景了。迄今为止，蜃景至少出现过3次。第一次是20多年前的高蒙殿，第2次是4年前的呼河，第3次则是现在的登州。3次蜃景的出现都有一个共同点，你看，这是呼河那次。虽然蜃景出现在落日谷，但是离呼河并不远。高蒙殿本身就是浅滩，登州有镜湖，3次蜃景都出现在有水的地方。是啊，为什么呢？还有，道观那些人是谁？他们怎么知道那么多蜃景的事儿？不清楚。但是每次蜃景出现，都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有人失踪。落日谷的那次，详情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从登州和高蒙殿这2次蜃景出现来看，都有近200人失踪。这上面记载的是高蒙殿蜃景出现失踪名单。
就是在5月初6失踪，2天后的5月初8回来的，跟这次登州的一样。只是这些人全都死了。嘿。嗯。